好，司法种田很好。粮食产量也会增加吧？啊，今年我们黄原地区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13亿斤左右。当然，这是要在今年的夏季不出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估计比去年增长会35%左右。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靠天吃饭呢。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我们准备从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入手，变单一种粮食发展为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另外，我们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种花生、种果树、栽泡桐，同时还要办一些养殖业。同时我们会鼓励大力的发展乡镇企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长途贩运。省委对黄原山区这2年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对他们来说呀，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从这方面看，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咱们国家呀是个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北方，靠灌溉不解决问题。所以呢，农业它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主要靠改良土壤，保持天然的雨水。我觉得司法种田就是旱作农业的一个典范性的经验。你们能否考虑一下，在黄原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的会议呀？主要是请北方的几个省来参加。好。哦。老乡，啊。乡长，这是我们乡农民啊。老乡，家里有几口人呢？6口人啊。种多少地啊？种的6亩地。6亩地，生活还可以吧？还行吧。啊，你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呀？最需要化肥了，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了。好的。哎，你们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2天的视察完满的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了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中央领导对你们黄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啊！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中央领导有关黄原的重要指示，要抓紧落实。好，回去我就布置。来，坐。这2年啊，我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中部平原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了。你们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施1年多了吧？可是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那儿的群众不愿意改变现状啊，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触着，长期按兵不动。就是省委领导中也有不同的分歧意见呀。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没有必要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那儿的大集体一直都很好嘛。邱书记，我看平原地区的农村大锅饭也应该砸了。我把你单独留下来，是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有关你本人的工作调动。调动？邱书记，是不是有人告我的状？前面我跟你谈了中部改革的事情，希望你能去打开这个局面。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调你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保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派人去过黄原，对你的考察非常满意。我还
以为是有人告我的状，组织上是来调查我的问题。乔书记，可是黄源的工作刚刚起色，我还不能走。哦，中央组织部的决定不容否定啊。那好，那能不能等我把丰产坊的事情落实了之后再走？这当然可以。那黄源地委的班子怎么办？初步是这样考虑的。高凤阁同志嘛，调到别的地区任专员；冯世宽同志接任专员，郑文同志任书记。高凤阁同志不能走。怎么？据我所知，他可是当初岛田运动的始作俑者哟。他是反对我，但是并不代表他有错。高凤阁同志的工作能力很强，他是坚决拥护改革的。好，省委会考虑你的意见。啊，老板，包子咋卖？那不是孙少昂他爸吗？哦，他大小子孙少昂是10个井村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镇和东安河一带啊。他儿子的砖厂越办越红火了，总收入估计都有4万多块钱。听说呀，孙少昂最近还承包了乡上的砖瓦厂，冲出亚洲了。哇，哈哈。少安都把你变成10个街集市上的明星了，你看看，连卖肉的都把最好的刀口肉割给你了。这几个都走过多少年了？咱啥时候受这样的待遇？好，谢啊！哎，走走，想着好一个，没事，来吧。哎，六叔，哎呀，六叔又来买肉啊！买肉。哎呀，6号叔总来买肉，那不是能他的光景啊，那更不是嘴馋，那是因为玉后叔的新娘马上攻城了。哎呦，刘叔家真是有钱。那是一王啊，咱走，走了。你给他们说这干啥？我的脸都烧得很。哎呀，他这嘛就说给他们听嘛。这娃真是。叔，一会儿出了集，我去帮少安买食料去。哦。他说呀，他要把你内院地宫修成全村最好的。你说，不过他现在太忙了，又要顾新娘，又要照顾秀莲，还要照看小闺女。哎呀，我要帮他吵死一下了。哎呀，你这真是好。可是呀，按我的意思，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家里又没啥拖累。哎呀，这住着挺好，还顾啥窑的呢？哎呀，穷啊！你要理解少安。你看，你们孙家都穷困潦倒了半辈子，现在流进院修这个窑，那就是给村里人看看，你们孙家再不是以前的孙家了，是不是？我理解，我几个娃都争气啊！哎，就少安，你看，特别是他，现在是一道传的好名声。哎呀，我现在煎熬的睡不着觉了，我就是这个兰花了，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这个马爷到现在还在外头当光鬼呢，还在光呢，可不是？哎呀，这个忙啊！谁？开门，开着。哦，来了，来了。哪的？陕西省原西石阁街罐子村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不是穿逃犯，不是歹徒。干什么的？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
这是我，这是我。可咋老成这样？可咋老成这样？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认识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个逛鬼突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呢，真是不可思议。的确，有时候往往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小辉呀，小辉呀！谢谢啊，谢谢！你家满银回来了。是啊。你家王满银回来了。王满银回来了。在外头，你咋吃饭，咋睡觉呀？天当被子，地当枕。怪没气。我想好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天天跟你出山，一步也不离开。真的不走了？大北京、大上海都不去了？大北京，大上海，你现在就算让我去大美国，我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去。我这辈子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倒到最后啥也没有倒了。老汉，我啥也没有给你。打死我也不走。我为什么要？什么人回来了？是大上海小旅馆里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的嘴脸，我的衰老，还有我的前半辈子。哦，感谢党，那一定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照出了你妖怪的王满银和人的王满银。到底是人啊，还是妖怪？我是人的王满银，是人。奶奶，是人回来了。我以前是妖怪，现在我是人，是人回来了。姐夫，你是真的不出去逛了？都快40岁的人了，兄弟，我多年光在门外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逛白了头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现在我才发现，才明白，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宝贝疙瘩是兰花和两娃。
是兰花何了我？他现在脆弱的，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娃娃。兰花是我婆姨，也是我妈。我现在觉得我还没有毛蛋狗蛋强，还没有他俩强大。2个孩子每回跟我说书上的事，我听不懂，我就跟听天书一样，啥都听不懂。但是他们每回教我爸的时候，我感到荣幸，我感到酸。我知道我干不了什么活，我也出不了什么力，我只能在兰花劳动的时候，我去给他拿上一罐子喝的，拿上点吃的。或者，我给你讲点外面新鲜的事情，说上一段怪话，唱上一段子信天游。只要我俩能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我这个心就是暖的，我这个心就是暖的。爸，只要满姨能回来，我再累也不怕。只要她不走，他就是个惯鬼。对不起他们娘仨，说了多少稀谎，2个娃娃就像没有爸一样，我心里的别扭，不是你3句2句，就能舒展的。爸，都别说了，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到少安开的砖窑里去干活吗？砖窑是少安开的，他想雇骡子雇马，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满爷，我知道你什么都干不了。是这，明天你就到我的砖厂来，只要你每天报个到，我就按月给你发工资。我还可以让你去做外交，大江南北想去哪塔你就去哪塔。我这门口还有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是个新的，我送给你了。少安，你说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跟我姐离婚。少安，可不敢胡说。哎呀，这咋能行了嘛？这个二六子再不是个东西，那也不能离婚嘛。人常说好女不嫁二男嘛，对吧？再说了，娃娃都这么大了，咋能离上婚了？哦，你说是不？对对对，你二妈说的对着呢。少安，你不能这样说，人家都是劝和不劝离呢嘛。姐，你忘了那个南洋女人那个事了？你吵着要离，最后也没有离成。他天天吵着要改要变，现在还是这个光棍样子，骗你1次2次你不够啊？骗你一辈子啊！姐，少安，你可是我亲弟弟，你咋是个这么……不行啊！不管是人是妖怪，都不能离婚，不能离啊！我再问你一遍，这婚能离不？不能离。爸，你先带着他们出去一会儿，我单独跟他说几句话。好，你出去。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跟我姐这个婚非离不可。不
为什么呢？你们只知道他满心的爱我，你们不知道我也满心的爱着他。谁信你的鬼话？我把我这道品废了，我给你证明。哎，你干什么？动手！你要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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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松手！快松手！还给我！还给我！你要干什么你？我是真心的，我是真心。小凯。不想离婚，我真不想跟兰花离婚，我宁愿把自己废了，我也不想跟兰花离婚。你说，听你的。我看这次的王八爷是真想悔改，他要是真能改了，我姐夫也算是完整的家。要不就给他一次机会，让他以后到我的砖厂里我管着他。但是他不能搞外交。出了门就又成了光鬼了。放心，我安排了。从头再数，从头再数，从头再数。再数，近几天，由于受环流影响，天机正在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连续几日，暴雨倾盆而泻，范围广，势力强。盐城大江的洪水流量已突破400年来的最高纪录，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城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发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一定要坚决任何命令！你们到外面看一看，洪水已经淹到城边了。上游水库的蓄水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保康城很快就会被淹掉。情况紧急，来不及起草命令，马上向省委省政府、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救援电报。是。另外，张市长，你马上组织广播站亲自广播，要通知全市的市民赶快撤离。你告诉他们，最多不过3个小时。汉江的流量将会超过每秒27500立方米，整个城区会被淹掉。所以在下午4点钟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和西关2处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主城区的几万居民也必须在下午6点钟之前全部撤离。另外，要马上动员全市的干部、群众和青壮年、民兵，马上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可是许多家属那儿单位上根本没有安装有效电源，恐怕听不到命令。那我们就分头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挨家挨户，挨家挨户。既然省委信任我，让我当这个保康市委书记，当这个抗洪抢险总指挥，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我带头，我们拿着喇叭全部上街，
挨家挨户的通知到每一户，快点！好，好，分头行动。你咋整这么多东西？这不是要带着女朋友回家吗？田记知道吧？咋啥回事都让你小子给摊上了？把妈乐坏了吧？估计这会儿你们全屯都炸开锅了。哎，高冷他跑新闻去了，你找他有啥事儿啊？不在啊，这太不凑巧了。我刚得到一个重大的新闻，打算让高朗去采访呢。你看我这嗓子来不及打，我就赶着过来了。结果他不在宿舍，也不在报社。出啥事了？你这么着急啊？这宝康发生了特大的洪水啊！发洪水了啊！这洪水马上就要把城市给淹没了，省里的乔书记马上就要到前线亲自坐镇指挥，我爸和省里的领导都要随行呢。看来这个自诩自己有无畏精神的高朗，这次是没机会了。这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去。你呀？啊，这不行，你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我这个姑娘啊，还就是爱冒险，你不知道，我的冒险精神闻名我们全报社。哎，小霞。这次你忙起来，肯定又忘了吃饭。等着我来找你。陈小霞，电话，大洋二维炮打来的。哦，我这就来。喂，少平。这几天可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这2天啊，矿上就停工了，我也有时间在宿舍里边复习功课，给你打个电话。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在古塔山的约会只有3天时间了。查了日历。我一想到还有3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少平，我恐怕不能赴约了。啥？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你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高朗，小霞，什么理解你？我只觉得你有什么任务比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小霞，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约会？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我会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咋那么急？你这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少平，你别这样，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小霞，你快点儿！哎，行，我知道了，我不影响你。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这样吧。小霞姐，文山，你们怎么来了？我听仲平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你就过来了。我在路上碰见高朗，小霞。哎，你可不准跟我抢这次采访任务。我不跟你抢，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次采访的危险性太大了。
按照报社的规定，女同志不能上前线。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我马上也过去会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就安心的休息吧。采访的事交给我。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哦，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小霞姐，我哥信上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水村我家里吗？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水村。永平，我知道你爸是省上的领导，你肯定有办法，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姐，我知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新闻，可是报社都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对，别去。告诉我。好，我告诉你，今天省上的领导会搭直升机去抗洪现场，现在应该还没起飞。你要是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我肯定比你们早到前线。哎，小霞，刚才是给孙少平打电话了。我知道你这次采访完了以后，就要去见他的家人。对，这次我是以少平的未婚妻的身份回去见他们。看来我是真没机会了。好吧，祝福你。高老，我把这场暴雨当成是我跟少平的洗礼，谢谢你。这个地方远离汉江，地势又高，适合在民安置。直升飞机到了。万副省长什么时候能到？10分钟前下的火车，应该快到了。好。对不起，打扰一下。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飞机上没座位了。啊，我不用座。只要能让我上飞机，有个空我站着就行。你看，我真的是省报的记者，我负责报道这次灾区的情况。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啊，你也知道灾情严重啊，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哎，我怎么是添乱呀？我是记者，及时的把灾区的情况传递回来，这是我的天职。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哦，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啊？你这个女娃娃，去能顶个什么用嘛？我是记者，如果记者不去的话，算个屁记者！哎，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粗话呢？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一定要上你们的飞机，请您批准。挤出一个座位，让他去。谢谢。尽管刚才小霞和少平的通话并不愉快，
但两个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都对他们的约定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对他们来说，无论什么样的人生幸福，都比不上这如此美妙的时刻。我们现在急需救援物资、食品、医药品，请求中央支援。我们现在抗洪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还有，维俊同志，曹书记，曹书记，你好，现在情况怎么样？人员疏散已经展开了，泄洪工作我们也准备就绪了。另外，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各级干部分头走街串巷，保证把这个撤离的消息传达到每一个人。好。原来您就是省委书记乔书记。是啊，我是乔伯年呀。哦，您好，我刚才冒犯了。你好，你怎么来了？我来采访。哎，怎么？你们认识吗？啊，田书记是我的老乡，我之前采访过他。哦，省报的记者。啊，这个女娃娃可不简单呀！她竟然敢跟我这个省委书记挤座位、蹭飞机，就这么一路跟到前线来了。啊，好啊，你的记者风度我很欣赏。娃娃，你去休息吧，我们要工作喽。我也去工作了。目前地势最低的中关和西关这两个危险地区，群众已经基本撤离了。这个部分还有一部分群众被围困着，救援部队已经奔赴这里进行营救。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好，做得好。吴军同志，现在我接替你指挥20分钟。曹书记，我听说你担任抗洪总指挥以后，就没有合过眼，没有吃过一口饭。就是铁人也不能这么熬啊！现在我命令你去休息20分钟，打个盹。这时候不能休息。你不休息，我就以省委书记的名义，临时撤销你这个总指挥的职务。好了，去休息吧，休息去。上面有几个水库的情况怎么样？泄洪区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吗？这是我此行的第一篇新闻稿，我在飞机上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再修改一下。爸，你这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胃还疼不？啊，我这出门的时候啊，特意给你们带了一包饼干，这是钙奶饼干，比你那个压缩饼干好多了，养胃。这是你在抗洪前线写的第一篇通信稿吧？我来帮你改。你念，我听听。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被洪水围困，而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正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这个城市没有放弃希望，只生的希望，所以它不仅仅是依赖外援，它在与洪水顽强地抗争着，自救着，因为他知道省城在关心着他，
北京在关心着他，全国人民在关心着他。他的身后有10亿人民做他坚强的后盾。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不仅仅是希冀，还有与洪水搏斗的决心。在大灾大难面前，才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已有30多名解放军战士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爸爸，我有件事儿要向你报告。这次任务之后，我要回趟双水村。回去替我看看你大伯。我这次回去，不是以您的女儿，我大伯的侄女的身份，而是以孙少平的女朋友，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去看看他的家里人。下。